最近台湾知名的景点象鼻岩的鼻子整个断裂落入海中，原本神似大象的外观也彻底消失。不仅如此，其实台湾还有很多的自然景点也都面临危机，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不见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台湾的濒危景点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东北角热门景点象鼻岩不仅是罕见的单边海蚀拱门，更因为长得很像大象而受到瞩目。尤其那段延伸入海的细长岩石，看起来就像象鼻在汲水一样栩栩如生。但最近呢，象鼻这段的岩石却突然崩塌，断成了3块，掉进海里，引发了社群上面的一片哀叹。媒体更纷纷报道说，包含了女王头啊、垦丁、珊瑚礁等等其他热门的自然景点，状况也都岌岌可危，甚至随时都可能步上象鼻岩的后尘，成为台湾下一个消失的美景。那么今天就会一起来聊聊象鼻岩到底是怎么断掉的，台湾又有哪些自然景点也快要消失了呢？那又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每天都要坐3小时以上吗？会不会容易腰酸背痛呢？将要介绍的是维持正确坐姿的帮手 Roy Chen 正极坐垫。它是唯一提供男女儿童3种尺寸的坐垫，根据不同体型设计的坐垫可以支撑腰部，包覆骨盆，让大家拥有轻松又正确的坐姿。而且坐垫可以承受高达350公斤，不用担心坐垫扭曲或晃动。底部也有支撑设计，可以直接放在地上使用，坐哪都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很多人上班无法选椅子但买好椅子放公司又太贵，而 Roy Chen 正极坐垫呢，只需要1000多，一般上班族也能够轻松入手。心动的话，现在就点击资讯的连结，使用 FB、LINE 手机号码登入，还可以享有77观众专属的52折优惠，赶快来看看吧。新北市瑞芳的象鼻岩地质年岁已经有1500万年的历史了，而在自然的长期侵蚀之下，形成了外表酷似大象，同时也是全台唯一的单边海蚀拱门。那在这次的断鼻事件发生之前，虽然有专家判断象鼻岩可能要上千年以后才会崩塌，不过象鼻岩上面其实早就出现裂痕了，所以有很多的学者跟民间团体呼吁政府加强防护。那负责管理象鼻岩的瑞芳区公所也解释，他们从2020年开始就拉警戒线和安排保全，避免游客攀爬来维护景观。不过在海水长期侵蚀和自然风化作用的之下，象鼻岩还是不幸在12月16号的下午断裂了。许多专家也认同这个说法，他们也进一步的指出，象鼻岩位在东北角，本来就会受到东北季风啊，还有夹带海流的侵蚀，再加上它单边拱门的构造，承受力也可能比较弱。所以这一次崩塌可以说是一种必然会发生的自然现象。那除了象鼻岩，野柳的女王头呢，也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侵蚀，所以媒体也纷纷猜测，接下来恐怕就要轮到女王断头了。600万年前，台湾岛因为地壳造山运动而浮出水面的时候，野柳一带因为特殊的地质构造，而在被海水还有风雨侵蚀的过程当中，形成了一堆形状奇特的岩石。那在1962年，业余摄影师吴东兴就把这些奇特的岩石拍下来，并且展览出来。结果这场摄影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，野柳因此成为了观光胜地，被它依外形命名的女王头更是一炮而红。不过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呢，女王的脖子却变得越来越细。根据政府记录，女王的颈围呢，已经从2008年的138公分减少到了今年的118公分，等于平均1年就会少掉超过1.3公分。这样下去脖子可能很快就会支撑不住头部的重量而断裂倒塌了。报道指出，女王断头危机的主因呢是日复一日的自然风化侵蚀。而根据野柳地质公园的经营团队说法，除了风雨之外，台风啊、地震等等的自然现象也都可能加速女王头的断裂。也是因为影响元素很多，也有一定的随机性，所以他们认为具体断头时间很难用学理预测，只能够尽力的保养跟维护。那其实早在好几年前呢，政府就已经全面禁止游客触摸女王头，防止人为破坏了。近年则积极的委托学术单位研究补强，希望能够减缓自然侵蚀。不过有学者指出，这些补强措施的成效很有限，女王头总有一天还是要断的。光是要保护一颗石头不受侵蚀就不容易了，那如果是上千公顷的国土呢？位在
在嘉义东石外海的外伞顶洲呢，是全台湾最大的沿海沙洲，也是一道自然屏障，在嘉义沿海形成了一片广大平静、资源丰富的潜水海域。这里呢，不仅是台湾主要的鹅啊养殖场，也是国旅胜地。当地人经营的观光竹筏，每逢假日几乎都班班爆满。但是在沿岸流和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，外伞顶洲不仅每年都会往西南位移60-70公尺，整体的面积更是逐年缩减。根据政府资料，30年前的外伞顶洲大约有3200公顷，如今却只剩下1000公顷左右。还有媒体推断，依照目前的流失速度呢，这整片沙洲可能在2028年就会没入海中。有报道指出，沙洲缩减的主因是浊水溪上游的拦沙坝和砂石开采活动，导致河川输沙量呢减少。而受到政府委托调查的成大团队则表示，影响沙洲体积与面积的因素很多，除了输沙量，也跟地形啊、海浪、海流有关。那由于历史测量资料不完整，所以他们还很难准确判断状况，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测量研究。他们也强调，了解详细状况之后，才能够对症下药，减缓流失。不过，沙洲快速缩减呢，也冲击了当地的经济，因此近年政府也紧急的推动防护计划。短期内呢，是用废弃的蚵棚来固沙，中长期计划呢，则还在研拟当中。未来可能用大抽沙船来捕沙，建造屏障，减少侵蚀。那除了外伞顶洲这种相对复杂的状况之外，也有一些美景的消失原因更加单纯，完全是出于人为破坏。海拔最高1400多公尺的新城山呢，是太鲁阁族人的传统领地，也是热门的登山点。在齐柏林导演的《看见台湾》中，就记录下了新城山的翠绿美景。但影片当中记录下的还有在那片翠绿之中一大片光秃秃的灰色土地，那是亚洲水泥公司在1973年开采的采矿场。当年呢，因为法律还有政府都没有强制要求，所以亚泥没有做环评，也没有告知当地原住民，也没取得他们同意，就开始采矿了。而在这半世纪以来，原本海拔776公尺的山头已经被挖掉了将近一座101的高度，剩不到300公尺了。而在这样大规模伐木啊、炸山的采矿之下，不仅太鲁阁族人被迫迁居，也使得山林景观巨变，更对当地的水土保持造成了巨大的威胁。监察院的报告就指出，这个矿区内不仅有地质敏感区，还有3条土石流浅势溪流。而在2012年苏来台风来袭时，当地也发生了严重的土石流，让下游的大量建筑物被埋没或撞坏。那虽然太鲁阁族人呢跟环保团体长期抗议，要求亚泥停运，但是在2017年，政府还是核准亚泥延长矿权继续挖矿。而就在几个月后，齐柏林导演意外身亡，他生前再度空拍新城山时，对于亚泥破坏环境的担忧，也随着他的死讯被大量的报道，更使得这件事情首度受到了舆论的高度关注。而后来，政府陆续开始推动各种措施，要求亚泥补做环评、取得原民同意等等。新版矿业法呢，则在多次协商失败之后，终于在2023年3读通过，删除了采矿免环评、免同意等等的争议规定。不过法规通过时，亚泥已经补完了所有的程序，所以直到现在新城山矿场还是在持续的运作。而这种人为的破坏呢，也不只限于地表之上，台湾的海底景观也同样面临重大的危机。垦丁国家公园的西岸沿海是全台最大的临海珊瑚礁植物带，虽然不及全球珊瑚礁面积的1/1000，但却有着全球大约1/3超过300种的珊瑚物种。不过近年来呢，这些珊瑚却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白化危机。所谓的白化是珊瑚的一种病理特征，显示珊瑚处于脆弱的状态，如果不改善，就会渐渐的死亡。2020年，台湾就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化灾情。环境资讯协会当年的调查显示，在垦丁知名潜点河界海域呢，水深5到10公尺的地方，有高达55% 的珊瑚族群都出现了白化现象。而且灾情也不只发生在垦丁，根据中研院的调查，包含了小琉球啊、澎湖、东北角的珊瑚白化情况都非常的严重。当年全台珊瑚的死亡率估计更高达了31%。报道指出，近年的大规模珊瑚白化现象主因是全球暖化，尤其2020年是台湾海温史上最高的一年，再加上当年的完全没有台风过境台湾，为海洋降温，所以整个夏天的这个海温都过热，使得全台海域呢都成了不适合珊瑚生长的环境。那当然，全球暖化影响到的不会只有台湾的珊瑚，全球珊瑚也面临着生存危机。联合国报告更指出，只要全球气温上升2度C， 那么地球恐怕就会失去99% 的珊瑚。自然景点的消失危机呢，近年在社群上面引起了不少的讨论，尤其在象鼻岩断鼻之后呢，就蛮多人呼吁用人工补强的方式，尽可能留下这些珍贵的自然遗产。
不过，很多相关领域的学者持不同意见，认为象鼻岩、女王头这类的景点，既然是自然侵蚀而成，也必然会自然消失。硬是用人为干预的方式去改变它们命运，不仅有违自然也可能反过来造成破坏。那学者也强调，在顺应自然的逻辑之下，真正该做的是杜绝人为破坏，而这不只是禁止触摸、涂鸦等等，也要以整体景观维护的角度出发，根据各个地方的状况，从严限制游客的人数跟车潮，并且禁止海洋还有山林的产业开发。只是也有人认为一味的限制人为活动未必是好事。他们表示，现在台湾景观保护相关的法律跟限制已经很严格了，何况到底怎样的地方要限制，这些限制又该做到什么程度，往往也不容易判断。那如果还要再加严限制的话，可能会让产业收益大幅的减少，甚至让产业无处可去，失去发展空间，进而冲击台湾整体经济的发展。所以他们建议给产业一定的发展空间，同时要求他们把部分的收益回馈给当地，保护环境，或许是更两全其美的做法。我们在第一时间看到象鼻岩断掉的时候，都感觉非常的可惜团队里面也有人还没有亲眼看过象鼻岩，觉得超级扼腕。那我们有看到有蛮多网友跟我们是一样的心情，甚至还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发起把象鼻岩粘回去，跟帮女王头戴护颈之类的活动。那虽然这些活动应该都只是开玩笑的啦，但多少也反映出了大家不舍的心情吧。不过在知道象鼻岩的断裂是自然现象之后呢，我们的心情又更偏向了无奈一点点，觉得虽然可惜但好像也只能接受了。毕竟自然美景本来就一直在变化，那我们虽然会很喜欢它在某个时间点的样貌，但去阻止它变化，好像就违背了自然景点的本质。反过来说呢，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美景终究会消失，它们的存在才会这么的珍贵吧。那当然，并不是所有的景点都跟象鼻岩一样是自然消失，而是人为破坏的结果。那面对这种状况，心情可能就不只是无奈或惋惜，还有对于大企业和政府的愤怒情绪。那么是觉得乐观一点想的话呢，比起大自然的力量，这种人为的破坏或许更可能阻止。虽然这也绝对不简单，但无论是对于企业或者政府施压，阻挡不当的开发，或者是节能减碳，帮助减缓全球暖化，都已经有很多人用行动证明这些是有可能做到的。那么也相信越多人的力量汇聚起来，能够造成更大的影响，那或许就更能够守护这些珍贵的自然景观吧。好的，那最后呢，我们想来问大家，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守护这些自然景点呢？我觉得还是要人工补偿毕竟这些景点还是有它的价值，不能够随便消失。比杜绝人为破坏就好了，其他就顺应自然吧。还在的时候多珍惜就好了。所以无论如何还是不应该要影响经济吧，不然连自己都顾不好了，怎么照顾大自然？听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消失中的台湾美景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台湾景观为何臭，以及世界遗产是怎么来的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